哟，有一条八爪鱼想要逃出来啊！哦，背上还驮着好几个啊，估计有好几条八爪鱼是一起想逃出来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打彪哥，现在是凌晨的2点钟啊，又是准备出海去捕鱼了。今天是准备跟着放笼子的渔船出海去放笼子啊，放那种专门捕那个八爪鱼的笼子。然后现在准备出发过去渔船那边。船是停在海中央的，所以要做这个小竹排才能登船。现在也已经是在船上了，把准备的工作做一下，差不多也就可以出发了。今天的天气也是非常的晴朗啊，基本上也是没有什么风浪的。放的也就是这种笼子啊，这些是新笼子，准备替换掉破掉的笼子。600多个笼子是已经放在海里面了。一般都是把笼子拉上来之后就是重新放下去的，所以那600多个的笼子是从昨天就放下去了，现在还准备过去拉。准备把机器启动一下就可以出发了。这边是准备给这些诱饵笼给装上鱼饵。今天的鱼饵是这个鲈鱼啊，也叫做温鱼，学名是叫做沙丁鱼，切成块，然后就放进这个诱饵笼。2点出头这个时间点人还是比较困的，基本上别人还在睡觉，我们已经是准备出海了。总共是有600多个笼子啊，所以就要装600多个这种诱饵笼，装上这些沙丁鱼鱼饵。靠着这些鱼的腥味，才能把八爪鱼或者其他的鱼货给吸引到笼子里面过来，进来了就出不去了。好了，现在船只也是启动出发了，我们也是要一边开船一边装上鱼饵。600多个的诱饵笼估计也是要用1个多小时呢。现在天上的星星还是比较亮的。却爱模糊光阴距离，连时间都暂停，全都只是因为你。确定你是心中唯一，说再见来不及，开不了口的惋惜。等一下看有什么笼子破掉了，就拿这些新笼子给替换掉。鱼货也是从四周的这些孔洞进入啊，然后就出不去了。这种笼子捕鱼的道理也是比较简单啊，太大条的鱼货就进不去了。主要的目的也是捕捉一些这种八爪鱼之类的软体动物，还有就是19公。不过最近的海里八爪鱼是放浪成灾啊，捕到的八爪鱼应该会多一些。现在也是到达我们昨天放笼子下去的位置了，准备把笼子拉上来。全部600多个的笼子要分4次拉上来，每一次也就是100多个笼子，而每一处地方把笼子拉上来之后，就要重新把这一处笼子放下去，然后才能再去拉新一处地方的笼子，要这样重复4次。好了，现在笼子慢慢拉上来了，期待鱼货多多。第一个笼子拉上来了啊，里面是有几条这个19公，毕竟现在不是19公的旺季啊，数量不多。第二个笼子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这种笼子能捕到的海鱼大部分也都是19公，笼子也是放在礁石区的位置的。今天拉上来的笼子也是比较脏，估计海里面也是比较浑浊的吧，跟我们放网的时候网也是比较黑的。笼子拉上来之后，这边就要替换掉里面的诱饵笼，步骤也是比较简单吧，一边是拉笼子，一边是换诱饵笼，然后一边是负责把这些笼子给重新叠上来。然后还有一个负责开船，控制好船速跟方向，每一个位置都是必不可少的，要配合好来。配合的越好，拉笼子的速度也是越快。而且这个叠放笼子的这个人也是要记住叠笼子的这个顺序，等到要放笼子的时候就按顺序拿笼子。好像没有鱼货的笼子还是比较多的，而且拉上来的八爪鱼也没有几个。这里才刚说完啊，这个笼子就有一个大八爪鱼了，每次都喜欢打我的脸。这一个笼子里面就有好几只这种石头蟹，这种笼子也就能捕多几只石头蟹而已，其他值钱的螃蟹好像就没有见到。每个人都分工很明确，工作也是井然有序的进行着，就差来多一些鱼货了。有一个八爪鱼想逃出来哟，被这个网给罩住了，你怎么爬得出来？爪子再怎么伸都没有用啊，你也是出不来的。这个笼子里面装的这个八爪鱼就够大个了，应该要达到1斤出头。
据说八爪鱼是海里面最聪明的生物啊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听他们说，现在活着的八爪鱼一斤也是要30来块钱，价格还是很好卖的。他们平均一天都能捕到个300多斤，也就是说平均一天就有1万块钱左右的收获。所以最近海里面的八爪鱼真的也是放任成灾，是有道理的。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。所以最近也是增多了好几十艘这种放笼子的渔船啊，也都是以放这种笼子捕八爪鱼为主。以前这种放笼子的渔船也是经常亏本，今年就不一样了。今年这些放笼子的渔船都赚了好多钱了，比我们放网什么的赚钱的多。特别是还有一些大铁船都改行去放笼子的，一放就好几千个的笼子，听说一次都能拉上来3吨的这种八爪鱼呢，收获真的吓人。我差点都要改行去放这种笼子了，一个月应该有几万块钱的收入，连续的上八爪鱼。这些八爪鱼还经常把我放网的渔获都给咬烂掉了，所以捉多一些他们也是很解气的。好像平均2个笼子就有1个八爪鱼，有一些1个笼子就有2、3个了。用的也都是这种拉笼机把笼子拉上来的，人力拉了就比较难拉，毕竟还是比较重的，而且还创了那么多笼子。这里来了2个八爪鱼啊，而且后面的那一个八爪也是够大个，又有啊，数量还是挺多的。笼子拉上来这些19公还是挺多的，大条的小条的都有啊。不过现在不是19公的旺季啊，所以数量还是比较少的。再来八爪鱼还是挺大个的。一般放这种笼子的鱼货种类是比较少的，目标是八爪鱼，能捕到的鱼也相对比较小条。八爪鱼就不一样了，大个的小个的都有啊。现在这些笼子还是堆得比较满的了，拉上有个100多个了吧。每一处地方也是100多个的笼子啊，有的地方又200个左右，这一处地方也就100多个吧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差不多这一处的笼子快拉完了。目前拉上应该也有个30-40斤的八爪鱼了吧，争取拉多几个，拉到50-60斤吧。真的数量还是挺多的，平均的话3个笼子就有2个有八爪鱼了。像这一种八爪鱼拿来晒干还是挺不错的，要不然就拿来爆炒，拿去晒干的应该会比较多一些。太大个的八爪鱼白爪又不好吃，火锅好像会好一些，是比较脆的，但是煮久了要偏硬一些。又来了，里面又装着一大个。你看数量还是挺多的吧，50-60斤肯定有了。一处地方50-60斤好像还是比较少，如果一处地方能搞个100斤左右，那就不错了。那总共的4处地方就能搞到个400斤左右的八爪鱼了。感觉好像这都不是难事啊，因为拉上来这些八爪鱼都是比较大个的，一个都要1斤多呢。有一些比较大个的都要达到2斤了。别看八爪鱼软趴趴的，其实它也是比较显重的。这里倒是上来了一条黑鲷哦，还是挺大条的这条黑鲷，这倒是没有想到啊，连这么大条的鱼货都进得来了，还以为能进到这个洞的基本也都是小条的鱼货呢。看来我的想法还是有误的，有时候海红蚌都有，基本上真的是3个笼子至少2个都有鱼货的，八爪鱼也好，19公也好。所以说今年的这个季节放笼子收获还是挺好的，比其他的任何作业都要好得多。不管是大船拖网还是小船放网什么的，都没有放笼子好赚。这么多年，也就今年这些放笼子才有这么多钱赚，以前经常亏本。也是偶遇到今年的八爪鱼放浪成灾吧，以前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情况。应该差不多这一处的笼子也是接近尾声了，剩下的笼子不多了。你看拉上来又是有八爪鱼啊，基本上都是挺大个的，
我们放偶尔都能捕到几个八爪鱼呢，搞得我都想搞一艘这种的小船，然后去放笼子呢。看这样子的收获，放一次笼子都要顶我们放网的要2到3次的收获才有了。好的，然后就这样子，这一处的笼子也是拉完了，有个接近200个的笼子吧，堆得满满的。收获大概也是5、60斤的这个八爪鱼吧，加上其他的一些19公，还有一条大黑鲷上来呢，收获算是挺不错的。然后现在就是准备把拉上来这些笼子重新给放到海里面去，然后才能去下一个地方继续拉笼子。已经把小船给堆满了。还是要重新找个位置放笼子的。原来的这个位置就不好了，重新找一个没有放过笼子的地方，把这些笼子重新给放下去。这样拿笼子的话，就需要那个叠笼子的那个记住好顺序，然后就要按照它放笼子那个时候的顺序拿过去，一个一个的放到海里面去，狂加速拖下去。哟，有一条八爪鱼想要逃出来啊！哦，背上还驮着好几个啊，估计有好几条八爪鱼是一起想逃出来的。放完笼子之后，就要把一些破掉的笼子给修补一下，然后就过去拉下一处地方的笼子，收获还挺不错的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，下一处笼子的视频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，也谢谢大家观看啊！我是脑岛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点关注哦，观看下一期的精彩视频，谢谢大家。